2025年的复活节不仅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更是人类新纪元的起点。有一扇门即将关闭，邪恶势力用来控制世界的金融系统将被永远封锁。与此同时，神会用同一把钥匙开启另一扇宝藏之门，一个新的金融系统将诞生。从此，时间将被划分为两段：4月20日之前的旧世界和4月21日之后的新纪元。从复活节之后，一切都将改变。以上是博尔尼4月8号做客《每日真相报告》频道时的预言。博有时间分析师之称，长期研究圣经时间周期模型与金融市场的交汇点。去年7月，美国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曾邀请他就金融崩溃的主题联合做过一期节目，我们也曾做过介绍。比格斯通常看到另外空间的异象，但不知道确切的时间，而这却是博擅长的领域。对于大家谈虎色变的金融崩溃，博认为现有的金融体系本就是一场应该崩溃的骗局，是邪恶势力用来奴役人类、操控世界的工具。博的分析始终回到一个核心：1913年。那一年，美国发生了2件改变世界命运的大事：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所得税制度登场。乍一听，这只是金融政策的调整，但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调整呢？川普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从1789年到1913年，美国靠关税变得空前富有。我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关税委员会，专门研究该怎么花这笔钱。然后1913年，突然就建立了所得税，开始向美国公民收税，而不是向外国人收税。这合理吗？博的答案是不合理，这就是陷阱的起点。从此，美元由谁控制着？美联储。而美联储既非联邦，也无储备。它实际上是一个由私营银行家联盟控制的印钞机构。博指出，1910年，几位银行巨头秘密聚集在捷克岛，拟定了金融新秩序。3年之后，在圣诞节的夜晚，联邦储备法案趁着国会放假，在仅有20几位议员在场的情况下，竟然被火速地通过了。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史实。不是民主，而是金融政变。他悄无声息地把美国的货币控制权从人民的选票与政府手中交到了少数银行家家族手中。博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可能与美联储的建立有关。他说，那些反对成立美联储的富豪恰巧都搭上了那艘船。而JP摩根，美联储推动者之一，却在最后一刻取消了登船。1年后，美联储顺利上路，这是阴谋还是巧合呢？博不做定论，但他告诉我们，背后的那只手从来不是无意的。博指出，美联储的建立是全球金融奴役体系的起点。收入税的本质上是偷走打工人的时间。他说，你今天辛苦工作1天，如果交30%的税，那就意味着你每天有1/3的时间是在为政府、为银行家打工。大家是不是觉得博说的很有道理呢？想想确实，现代打工人越来越忙，工作节奏是越来越快，最终却发现自己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曾经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但现在这几乎不可能。曾经买房可能只需要1年的工资，而现在却要还一辈子的贷款，一辈子都在为银行和政府打工。原来我们的时间和财富被偷走了。美联储印钞不花成本，借钱给银行，银行再放贷给民众，信用卡收你25%的利息。博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切：巴比伦体系。
一个用贪婪堆砌的纸牌屋，一个让人类沉溺于假钱的金融幻觉。博说，他们用凭空制造出来的钱控制全世界，从媒体、教育、政府到好莱坞娱乐产业，而唯一能终结这一切的办法就是摧毁这个金融系统。博指出，现有金融系统的深层结构即将被撕裂，而这场撕裂将从美元开始。博强调，他说的金融系统不是股市，真正的问题是美元霸权，由少数金融寡头操控，被全球奉为储备货币的这套系统。要终结这个骗局，美元就必须失去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这是必须发生的事。虽然短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博说，但别忘了，这本来就是个骗局。他提醒大家，美元早在1971年就脱离了金本位，到了1974年又签了石油美元协议，用石油来撑场面。但到了2024年6月9日，沙特拒绝续签这份协议，主流媒体几乎完全噤声。但这意味着美元已不再有石油做背书，只剩下信心二字了，还是对一个腐败的巴比伦系统的信心。博预言，从2025年4月21日起，旧的金融系统将迅速解体，黄金、白银将暴涨，比特币、XRP、以太坊等关键加密货币将会腾飞，美元将加速贬值，全球爆发金融地震。博深信，一个新的金融系统即将诞生，这个系统将不再依赖美联储，而是回归有实际价值的资产——黄金、白银。他提到川普提出的国家战略资产基金，只由国家管理，以自然资源为储备，抵御通胀与金融操控的主权财富基金，并预测未来美国将重返金本位制度。博还预言，川普将启动一个全新的国库系统，取代美联储，将印钞权与货币政策的权利重新交还给美国政府与人民。比格斯曾预言，金融崩溃之后，人们在银行的资金将被冻结，债务也停止归还。而博认为，那是指深陷这场金融骗局中的大银行会倒闭，使房贷、车贷等债务清除，财富转移，奴役解除。这正应了圣经中的禧年，概念是每50年为一轮，债务赦免，奴役释放，财富重新分配。我指出，这场金融风暴实际上是灵界的战争，因为神在圣经中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而抛弃了金银的金融系统，本质上就是一场魔鬼的把戏。在他看来，黄金、白银并不是单纯的资产，而是神为这个时代预备的救赎工具。虽然大多数的加密货币会归零，但少数几个项目，比如比特币、XRP、以太坊，将在神的计划中被使用，成为神对抗撒旦金融体系的科技武器。而 CBDC， 也就是由政府发行、具有完全可控追踪能力的数字货币，被认为是一种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潜在威胁，将彻底失败，反噬他们自己。全球将走向食物为王的新纪元，这一切都将从复活节后的2025年4月21日开始。波强调，美国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国家。他引用先知金·克莱门特的预言，这个国家不会被毁灭，因为他与神所立的约是不可更改的。他指出，无论美国现在多么的混乱、腐败、分裂，只要这个圣约存在，神不会放弃他。而川普他不是救世主，但他是号角，是那个吹响神计划的人。Trump is a trumpet， 川普是那只号角。我相信神通过时间在传递信息，而这些时间点往往与圣经数字、天象、重大历史事件
形成惊人的数学共振。博指出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时间巧合。川普出生于1946年6月14日，以色列复国是在1948年5月14日，刚好是川普出生700天后。川普第一任总统就职日是2017年1月20日，正好是他出生后70年7个月又7天。小肯尼迪出生于1954年1月17日，他公开支持川普的时间是2024年8月24日，也正好是他出生后70年7个月又7天。这些777的时间点，博认为不是巧合，而是神用数字在写预言。圣经中7代表神的完成、安息与神圣秩序。创世纪中，神用6天创造世界，第7天安息。启示录中有7印、7号、7碗，4月21日等于4加2加1等于7，所以4月21日在数值上回归7，象征神的秩序的恢复。川普的生命与以色列的命运被神用7串联起来，显示我们正处在神时间表的完成阶段。而复活节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象征着死亡的终结与新生的开始。还有在圣经约珥书中预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认为日头变为黑暗指的是2024年4月8日穿越美国的日全食，月亮变为血指的是2025年3月13日的血月，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2025年4月20日，也就是复活节当天。总结全篇要记住的5个关键词：复活节4月20日，旧金融系统的终点；421 4月21日，神带来新系统的启动；黄金白银 XRP BTC 末世财富锚点。金融等于灵界的战场，金钱的背后是魔鬼的奴役还是神的拯救？这是一场看不见的较量。神的时间等于完美安排，每一个关键日期都是神写进历史剧本的伏笔。波一再强调，这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周期，而是圣经级别的系统性的崩解。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圣经时间和多次准确预言贵金属和加密货币市场走向的美国人基督徒，我们觉得博的这些观点很有深度。您能相信吗？我们正处在神亲自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刻，时间已到，准备好迎接复兴与震动吧。观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我是雪莉，感谢您收看《我是大观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